剛畢業的小孩的房租的上限是3000塊錢，3000甚至1000能租什麼樣的房子？在歐洲，他們叫社会住宅，在我們這叫保障性住宅。創新永遠發生在這類住宅類型。你允許這個人富起来，也要允許這個人貧窮。我想住的體積小一點，但是我很舒適，我很有尊嚴。我是一個建築師，70後，保障性租賃住房，2012年就開始做了。4.0階段就是千吉創社。千吉創社其實是一個有1000多套單元的，占地是48000平米，在上海它標準的不能再標準的社區，它提供的是從25到100建築面積的不同的单元，作為保障性租賃住房，解決青年人的這樣居住。一個小面積段的 loft 戶型，45平米，由一個2.8米的廳和2.18米層高的卧室構成。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小樓梯，讓居住在45平米的人享受到一個小小的躍層別墅的感覺。一般是8點鐘左右，晚上跑到10點或11點都有可能，就是看你跑多少掙多少嘛。這種小的2房1廳，提供4個上下鋪，其實它的租金並沒有少收，輕微的一些折扣降價呢，就解決了這些基層勞動者的這種居住問題。我的老師叫陳伯清，已經86歲了，陸家嘴的總建築師。他當時跟我說：“你做了這麼幾年住宅，是不是可以做些研究？”從2002年開始研究，我就對房地產有一種心生厭惡。我說，這個社會的年輕人和弱勢群體，為什麼沒有人保障他們的居住方式？房地產需要創新的，不是說簡簡單單的一梯3戶那種概念。1.0版本的時候呢，是龍南家苑，是一個典型的公租房的案例。比較遺憾，他當時設的門檻過高，一些保潔、快遞、保安，就他們去申請租住的這種資格是没有的。所以我非常希望有看到這一天。在設計這個房子的時候呢，依然沒有聽到這個消息，直到建成之後，才知道他們拿出一幢樓做勞動者建設者之家。我其實還挺開心的。我是遼寧人，那個時候是200多才能考上同濟大学建築學。我那時候是喜歡玩，被单位開除的，離經叛道。下海玩摇滾，做了一些年輕人我認為該做的一些事情。但是當我開了咖啡館之後呢，看到形形色色的客人，我才意識到真正的城市不是我在那張图紙上面对的那個城市，是下面經過那種肉身接觸交互，屬於社會基層的那種城市。公共租賃住房時代呢，是我們國家從2010年國十條開始刚刚進入這個階段。它不像歐洲、日本或者新加坡已經發展了幾十年了。雙鑰匙小房樓、小戶型、小 loft， 甚至我們還研究過那種群租，叫 co-living 模式。當時很多建築師不支持我，覺得這個事情難道不是規劃局考慮的嗎？他們認為建築師就應該你給我任務書我就畫圖。說句不該說的話，可能還是我們的建築師團體太无趣了。很多人會誤解建築師就是做一個漂亮的房子，這些都是顯性的。我一直說，我想對這個城市呈現一種善意呢，我想提供一個隱性的改變。我們首先是一個人，我們做所有的設計都要設身處地的以一個螻蟻視角去看待這件事情。一個房子被使用過的感覺還是挺美妙的。